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存在着火山的活动，不过那通常是让人厌烦的，因为火山爆发的时候，火山灰污染了空气，火山熔岩使得土地变成荒废。然而上世纪的80年代，美国的华盛顿州的一座火山爆发，却使人重新认识到圣经所讲述的那场大洪水。1980年，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圣海伦的火山发生了猛烈的喷发，当时整个的山顶都被掀掉了。它之前是这个样子，而之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距离这座火山不远之处有一个小的湖泊叫 Spirit Lake。在火山爆发之前，从这个湖泊看这个将近3000米的积雪覆盖的火山，不禁使人想到著名的日本富士山。那是蓝天与白雪，高山与湖泊，一切都是极美的衬托，所以这个地方也常常是人们休假光顾的地方。然而在1980年5月份的一天，它突然爆发了。远处的人们听到连续的爆炸声，当高热的熔岩倾泻到那平静的冰冷的湖水之中，湖水突然炸开了锅，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变成面目狰狞的洪水猛兽，冲上附近的山坡，毫无怜悯地将一切的树木一扫殆尽。据测量，受损的高度有800尺高，远高过湖水的水面。折断的树干被带回到水里，如今已经40年了，而那些树干仍然漂浮在静静的水面上，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这个故事呢，带给人这样一个思考，就是火山内部的压力、温度，其变化都是缓慢的，可能几十年、几百年都是这个样子，但并不意味着它永远都是这样。当某个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当熔岩喷涌而出的时候，那个变化不再是几十年，而是按照几个小时、几个分钟来计算。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呢，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今天的大陆漂移虽然很慢，每年只有几个厘米，这是因为无论是大陆板块还是大洋板块，实际上都是漂浮在地幔之上。在地幔中还存在着对流，因为这对流的作用，板块才会移动，各板块之间呢有碰撞有拉伸。稍微做一点地球物理的科普，地球内部结构呢分为3层，地壳呢虽然最硬，但它只是薄薄的一层。陆地的地壳呢平均有35公里厚，海洋的地壳更薄，只有几公里。在地壳下面的物质呢被称为地幔，虽然说是固体的，但是因为温度很高，接近了岩石的熔点，所以估计有很大的塑性甚至流动性。当2个板块碰撞与摩擦的时候，就产生了地震与火山。这已经不是理论了，如今研究地震的专业人员在很多地方呢放置了地震监测仪，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利用地震波传递到不同地点的时间差，能够计算出地震所发生的位置，不仅是方位坐标，更包括了地震的深度。就美洲大陆而言，它属于陆地板块，当它与西面的太平洋板块相互汇合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海洋的板块的密度更大，汇合的结果就是太平洋板块进入到美洲大陆板块的下面，向着地幔深处俯冲下去，而在上面的美洲大陆板块呢，因此被顶起，就形成了落基山脉。科学家们认为这一过程是整个板块运动的动力来源，所以人们花费很大的力气在这方面研究，比如建立计算机的模型来模拟实际中的情形。通过监测深层的地震，就可以使人们知道那原有的太平洋板块走到多深才与地幔融合了。现今的板块移动速度是极缓慢的，所以人们认为板块进入地幔呢，可能需要几千万年的时间。如今呢，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 rapid subduction， 就是快速俯冲的意思。那个机理呢比较复杂，但是哈佛毕业的 Dr. Kurt Weiss 呢简单的解释了这个现象。他是说呢，那个事件是不可能慢下来的，说要不呢就不会发生，要不就是快速的。他形容这一切呢，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硬币，在外力作用下，只要它开始下沉了，
整个硬币就会迅速的沉入，因为地幔深处的温度呢，估计有3000度。即使那个海洋板块是冷的，但深入地幔足够长的时间，比如100万年，也会彻底融化掉。因为海洋板块的厚度只有几公里，所以那个几千万年的假设是不合理的。而圣经洪水呢，只发生在1万年以内，所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那快速深入地幔的板块应该还是固体的。这一点就被地震监测证实了。人们发现那种深层地震的深度没有超过670公里的，但那已经是很深的。而地震的发生呢，恰恰说明进入地幔的板块还处于冷的状态。这样的信息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板块是快速地俯冲到地幔里。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大西洋底存在着地球的伤疤，而伤疤呢，正好证明了它曾经存在着伤口。所以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上帝之手这样的超自然原因，地球在那里经历了破口。那个破口是因为美洲大陆急速地脱离了欧洲与非洲大陆，超热的熔岩从那条破口中喷涌而出，那就是圣海伦火山爆发的一个翻版。当炽热的熔岩遇到冰冷的海水，所产生的不仅仅是蒸汽，而是超级海啸。大西洋的海水冲上了美洲大陆，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整个美洲大陆上都普遍地发现了一种直形的古代鹦鹉螺的化石。传统观点认为，发现海洋生物化石就说明这里曾经是海洋的一部分。但像美国中部的大峡谷这种海拔高度在2000米以上的地方，它如何成为海洋的一部分呢？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东部发现了更多的海洋生物化石，而这一现象为那个洪水理论提供了证据。而地质学者呢，从沉积岩的特征上以及地球自转的方向上得出同样的结论。在 ICR 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来自中国地质学者的论文，因为在亚洲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那就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汇合，也同样是深入到地幔之下，使得欧亚板块隆起，形成了喜马拉雅山。由于这两个板块的碰撞，产生了一块残余的部分，因为它在中国大陆的下方。那么中国地质学者呢，使用了140个监测仪器，终于捕捉到了这个残余部分呢，已经嵌入到地幔的深处，它是以25度角进入的，已经深入地幔深达400英里。报告说呢，将所探测到的数据进行成像，他们看到板块是平坦的，顶部和底部依然可见。如果按照今天的板块的运动速度，那么需要600到1000万年才能进入到400英里的深度，这是足够的时间让板块变暖并且融化。但为什么它在这种高温的地幔环绕之下仍然是冷的呢？这是洪水理论的科学家呢，就认为板块进入地幔那只是1年之内发生的事，而且认为当板块越冷呢，它俯冲到地幔的速度就会越快，因为地幔的密度更低。这一切所讲述的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球曾经经历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大陆漂移只是那场灾难中的一个变化。而在那场变革中，地幔所含的水分也一同被带出来。据说地幔中有 5% 的水分。有一种火山石是很轻的，因为里面有很多空的气泡，那就是一种天然的爆米花。当熔岩从地层下面喷出来的时候，压力突然的减少，熔岩所含的水分会立即气化，使得火山石膨大很多。那些蒸汽最终会变成雨落在地上，可能那就是圣经所说的40天大雨的原因。同时大量的熔岩呢堆积在海底，这一切也使得海平面随之升高。总之这一切是可以再度发生的，不过上帝使用彩虹与人立约，他应许永远不再使用洪水毁灭地上的生命。